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来到了钢铁产业不锈钢的进阶班第2集。那要延续上个星期呢，我们要介绍不锈钢的部分。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介绍了不锈钢中游的厂商。那接下去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有关于他们利差的变化。好，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图卡的部分。好，那在不锈钢产业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先复习一下哈。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不锈钢产业这个地方呢，它有2种的生产方式，一个呢是用高炉生产，一个是用电炉生产。那不管你用高炉或电炉生产以后，它会有2个分类，一个是平板类，一个是长条钢。那我们这一个月所锁定的都是平板钢的部分。那我们上星期有介绍到平板钢，它出来了扁钢胚以后，不锈钢的扁钢胚我们就经过热压，那可以拿热压直接下去生产一些工程用的及工业用的产品。那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做成冷压，那冷压呢再去做下游的产品，供一些消费者需要的一些需求，就是以美观防锈为主的。 OK， 那它下游的厂商大概就是我们民生相关的产业。好，这整个流程图上个礼拜已经讲得很仔细了，这个礼拜我们就约略讲一下就好了。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部分。那这也是上个礼拜所讲过的，上个礼拜我们有告诉大家说，以不锈钢的平板钢来讲的话，因为它上游扁钢胚生产的时候会受到它的原物料，尤其是在镍这个地方影响非常大，所以说呢，在做那个上游的这个部分的它的利润呢，就会受到镍的波动而影响，所以利差这个地方表现，也就是说毛利率这个地方表现不好，反而是中下游这一块呢，因为它的产销概况比较好，那它也不用去负担太多因为镍波动所产生的一些影响，没有像上游这么大，那所以这些厂商的毛利率相对起来就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接下去我们再仔细看看，就是说照我刚刚这样讲的话，不锈钢业者的利差是怎么变化呢？我们来仔细分析。好，那一家公司获利的好坏呢，是会影响到它的股价。那我们要去观察不锈钢业者的股价，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它的毛利率至少要好嘛。那好的话，那我们要注意它原物料的走势，包括镍啊、铬啊、废钢啊。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镍的部分哈，这个镍的价格最为重要。那我们可以用镍的价格换算它使用的比例，然后再去跟不锈钢的报价去做比较，就像我们在平板钢里面教大家的方法，可以大概算出不锈钢扁钢胚的成本，然后我们用不锈钢热压的产品去减掉扁钢胚，就知道它的价差；用不锈钢的冷压产品去减掉热压产品，是不是就知道它的价差？那借由这些价差，我们就可以去推估未来毛利率的走势。但是这边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只有原料的部分去做相减。那我们一家厂商的成本，它有料工费嘛？那我们只讲到原料的部分，还有包括它的所谓的人工啊，还有费用这个地方，我们是没有去估算，所以我们这些利差它推估出来只是约略的毛利率，不是绝对的毛利率哦。你不要说我们后面利差出来为什么跟财报数字不一样？第一个是因为库存的关系，就是说每家业者都会有一些库存，那即使你看到他现在的利差不好，可是他如果说他的库存或者说他买进原料的时候稍微去预估后来的走势，他的利差就会受到改变。还有他可以借着我们刚刚说的人工跟费用的缩减或增加，也会影响它的利差。所以我们去看这些利差是看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不是算它所谓的绝对值。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就用叶联这家公司先说。那叶联跟中钢一样，因为它是一个一贯厂，所以在不锈钢这个地方呢，它就会开一个厂盘价所以我们这不锈钢业者叶联呢，每个月都会开一个盘价，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取得不锈钢的价格。那所以呢，我们会知道不锈钢最大的那个原料这个地方，比如说占成本最重的就是镍，那用量最大的就是废钢。那在这个地方我们2个大概估算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料工费里面的料大概价钱就可以知道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的跟不锈钢的关联度以后，大概就可以去算它的价差。好，
那接下去呢，在不锈钢系列产品呢，之前有跟各位介绍过，它有分200系、300系跟400系3种。那当然，这3种呢，是因为它所加的那个什么每一个原料它的比重不同嘛，所以就可以做出功能不同的那个不锈钢。那在这个地方种类很多，但是我们举这3个为例就好了。那我们看一下镍是最重要的，那其中呢，在300系这个地方，它的镍用量要最多8%，所以我们知道300系的价钱一定最贵哈。那我们可以看到300系镍的含量最重，当然就是品质最佳，而价钱也是相对比较贵的。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讲所谓的利差的部分。那我们先看产品的报价走势图。那这个橘色的部分呢是 LNE 镍的报价，那蓝色的部分呢是热压不锈钢卷的报价。我们可以发现它几乎的走势是非常近的。那但是镍这个地方它相对因为产量相对比较有限，这种天然资源，所以呢它会比热压不锈钢这个地方更具有领导的性质，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到最后镍涨到最后的时候，那热压这个地方它下游需求没出来，它会比镍早一点，就是支撑不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镍这个地方其实是有领先不锈钢价格的部分，可以供我们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原料呢，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以热压不锈钢的主要原料镍来讲哈，那我们用它8月份300系不锈钢的价钱是2328美元每公吨哈。那我们假设镍的用量是8%的话，那我们用2万块的美金去估算这个镍的价钱的话，那10%的用量换算为成本，就是等于说用2万乘以8%就是1600美元。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看不锈钢热压钢卷的报价才2328，那它这边的成本就已经是1600了，占的比重就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镍占不锈钢原料的比重相对比较高。那同时说镍价的变动会主导不锈钢价格的波动哈，这张图大家看出来。好，那接下去我们刚刚讲的是镍的部分，那你说废钢不是占到那个70% 吗？对，不是70% 没错。可是废钢这个地方呢，以我们以300系不锈钢那个来讲的话，它的报价一样跟前面2328，可是废钢用量是78。那我们用它日本钢价400美元去计算的话，虽然我们用了70%，但是成本只有多少？280美元，占整个原料的成本只有12%左右。所以这是整个售价成本只有12%左右，所以你这样就可以看出来啦。刚刚的镍是1600美元，这边的废铁的部分只有280美元，所以说虽然废钢的用量高，但是它的价格比较便宜。那镍虽然占8%，但是它的价格比较高，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在不锈钢原料里面哈，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去观察不锈钢这个产业的话，我们就要去注意镍的报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去做一个比较了。那我们已经可以看了，有了产品跟原料价格，我们就可以做出它的利差了。刚刚我已经特别强调过，就利差只是一个约略的趋势，不是它绝对算出来的毛利率。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长期的趋势可以看出来什么？就是随着镍的往上涨的过程中，那虽然不锈钢可以跟上，但是下游的需求如果没出来的话，那这个热压这个地方价格会下去。所以我们就在2022年这个地方看到有没有？它的利差已经由正翻成负了，这也就是说获利情况不好，那股价也会受影响。那这个地方镍迅速拉升，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就是俄乌战争所引起的现象。好，那我们接下去再看。那既然讲了那么多，那我们来看不锈钢的技术面的方面哈。那我们先探讨一下镍，因为镍是最重要的成本嘛。那大家都说妖镍，为什么妖镍呢？其实呢，在3月8号有一个交易已经被那个 LNE 这个地方取消掉了，因为那时候镍有很不合理的飙涨的状况，所以取消掉以后，我们就就是说目前可以提供的价值，我们就可以发现，以镍目前我们手上有的资料来看的话，1高、2高、3高、4高，那已经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走到4高，接下去呢，它就是一直修正到了所谓的2015年这个地方。那你说，那镍后面怎么走？有2种走势，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过高嘛，它没有过高就有假设一的话，就是说
它修正到2015年，然后接下去，因为它修正幅度太高了，几乎快滚回原点了，所以它后面就是我们讲的盘整或是盘涨的格局哈。那这是假设一，那假设二呢，就是这边是大的 A 波下跌，然后 B 波反弹，后面又是什么 C 波下跌。不过以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大家可以去规划，就说大概是怎么样的走势。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叶联，你说叶联的股票，我不是之前已经看过了吗？没有错。可是我拿出来再去跟大家讲，就是说你看到前面镍的走势的部分以后，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在叶联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受到镍价的影响比较大，那再加上它的负债比例比较高，所以它获利的情况来讲的话，就不会比较好。那所以你在选择股票的时候，选择标的的时候，当你发现镍价往上涨的时候，你往中下游选股票会比上游选股票这个地方相对有利。好，那唐龙也是一样哈，唐龙也是属于上游有自己的所谓的电炉，可是它是不是拜托中钢去做一个带压的动作？那你看它的走势，虽然比我们看到的叶联要来的好一点，它上市以后，然后还可以就是冲高到那个什么2014这个地方，然后1、2、3、4， 2014、2015这个地方，然后接下去呢，它就回档做一个整理，也是1D、2D、3D， 好，现在在走4D 的位置，然后你也可以去看它的数字，也是获利起伏很大。它可以从0.69元变成负4.12元，它也可以从负1.9元到4.53元，所以大家就会知道了，因为镍去影响这些业者的上下波动幅度极大，然后他们又没有办法主控价格，因为中国大陆是最大的，然后原料没办法主控，售价也没办法主控，所以自然而然他们的利润也没有办法主控的比较佳，所以这就是不锈钢上游类股它所会面临的问题。OK， 那今天就是简单的介绍那个不锈钢业者上游利差的变化。那刚刚已经有跟各位讲过了，那这些利差是做一个参考，不是绝对的毛利率的部分。那下一集下个礼拜的部分，我们会就中下游的业者的利差再跟各位做更详细的分析。那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的话，欢迎你到我们的部落格去看我们的文章。好啦，到了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星期再见喽，拜拜。